在中共权力的肥皂剧里，大男主习近平即将过气，身边的老铁们不是消失就是翻车，而那位陪跑多年、战功赫赫的男配，靠着一个背影杀逆袭登场了。他就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前不久的中共人大闭幕式上，当习退场时，众人表情到位，动作标准，上演了一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感人场面。只有高冷的张又侠没陪笑脸，甚至连身都懒得转，就那么背对着习，专心忙着搓手，仿佛在搓核桃，让他冷不防地从众多高层中杀出重围，站稳 C 位。中共政坛讲究肢体语言胜过千言万语，张又侠气场炸裂，简直像是给全场塞了一颗政治深水炸弹。这不就是现场版的老子不伺候了吗？张又侠搓手，好像又搓出了一整条新的剧情线，怎么活脱脱的就从习氏传演变成不好意思，我才是最后的大 boss 了呢？如今中共军中似乎风向已变，谁才是那个棋盘稳、棋子多，还会笑着说请君入瓮的人呢？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识海秘辛，我是邵峰。张又侠1950年直接出生在将门虎穴，他的父亲张宗逊是中共上将，曾就读黄埔军校，还曾作为毛泽东的保镖，与毛形影不离，所以喜提近卫上将的称号。不过这个近卫上将怎么听也是个保镖的人设。张宗逊没能当上大将，据说是因为他曾在关键战役上指挥失误，连毛都说他该厉害的时候没厉害起来。张家两代的父子上将，儿子张又侠就不一样了。别看他表面上看起来像个老干部，但内核可是真正的打仗派。18岁入伍，参加过中越战争，真刀真枪上过前线，和那些只在阅兵场上耍耍威风的纸片将军可不一样。张不但会打仗，还深谙宫廷套路，堪称两手都很硬，所以官运一路飙升，从地方军团的连长一直干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资历深根基厚，从北京军区到沈阳军区，从买枪买炮卖飞弹的装备发展部，再到握住枪杆子的中央军委，张又侠才是军内真正的山中老虎。去年三中全会过后，习近平虽然一直高调现身，但网络上中风、替身、政变的传言满天飞，张又侠也跟着开始活跃了起来，接连出席军中活动，甚至表情管理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呢。以前他不是玩失踪，就是苦瓜脸，眼神总像谁欠了他2条航母那么冷。而现在的他，笑嘻嘻的时候明显多了，这种气氛不对呀。难道他是换了新剧本了？反正现在的传闻是越来越真，张又侠得到元老派和红二代的支持，已经夺得兵权，看来是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张又侠的老爸张宗逊与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算是革命铁杆，他们曾在西北第一野战军并肩作战，习是副政委，张是副司令员，两个好搭档都是陕北帮或者西北帮。张习两家是红色世交，张又侠比习近平大3岁，两人算是发小，友谊的小船也划了几十年。说起习近平的3连任能稳稳地做到现在，张又侠绝对是背后最大的功臣之一。
早在2015年，中央警卫局传出政变风声，张又侠临危受命，率领38军直接进驻中南海，来一波王者护驾。这38军被称为护卫北京的万岁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这一波操作把前朝老军头们的御林军瞬间清洗，让习得以安然度过最惊险的一关。再到2021年，就在习近平寻找3连任的关键时刻，一些残留的老军头们又在准备重现历史上的夺门之变。一时间风声鹤唳，空气中都弥漫着政变的疑云。一些军政大员举棋不定，不知道在习与江派之间这场一触即发的恶战中选哪边站。这个时候，还是张又侠又出来发话，鼎力相助习击退政变，稳住军心。这位红二代司令曾经是习最强的军事护法。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张习两人逐渐离心，渐行渐远了。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一连串军中高层落马，被查的将领还多是张的嫡系小弟。尤其对装备发展部，习近平下令倒查大行动，把时间线刚刚好卡在了2017年10月。那年头谁掌舵装备部呢？张又侠啊！再往根上查，那就要查到张了。你说这不是针对谁，谁信啊？在那块油水丰厚的地方，这口黑白难辨的大锅，张又侠一个不经意的转身，就已经稳稳地扣在背上了。习近平的这波操作，对装备系统的军队大清洗，显然是触动了张又侠的蛋糕。张估计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兄弟一场，你这是磨刀霍霍，准备鱼肉我呀。张在军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如果真要反击，他是可以凭实力动手的。这不，张又侠已经踏上了逆袭之路，还顺便把主角的位置给抢了。习近平恐怕是军权旁落了。看看现在军中纷纷落马的大将，就知道是习近平要抓他们呢，还是张又侠动的手。这场军中的战斗也不止张习之间的恩怨，之前军中一哥的有力争夺者还有另一个军委副主席，目前已经失联的何卫东。何的派系多是习近平的福建帮心腹台海派，而张的派系多是扛过枪上过战场的越战派。两个军委副主席毫不掩盖他们之间的水火不容。而习之前玩了一套军中版的攻心计，虽然内心偏爱的是福建帮铁杆们，但表面上那是雨露均沾，让双方相互制衡。结果怎么样呢？看来是玩砸了，因为剧情已经反转，习家军失势，张家军上线。要玩就玩真的，谁有功夫陪你们玩制衡游戏？习近平费尽心思打造的政治建军，如今成了政治建军连环爆。他在军中的3大羽翼被剪，嫡系31军几乎全军覆灭，习最倚重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人间蒸发，军中人事操盘手苗华铁定出事，就连习最信任的大秘原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也被流放防守国防大学的门口，实权被拿掉，铁三角全出局了。习已经没有王牌可打。此外，习亲自提拔的中共武警司令王春宁、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海军政委袁华志和前陆军政委秦树桐等军船被查。不对呀，之前军队反腐抓人，不都是抓的张又侠的旧部吗？现在怎么风向反转，查的怎么都是习近平的亲信？有专家分析认为，
是张幼霞出手了，全面反攻，清洗习的人马。他重点扫荡完河卫东和苗华的地盘东部战区，5大战区的换帅行动就已收官，确立了自己最擅长的陆军为王的军管体系。而习已经指挥不动枪了，而张幼霞的势力呢，不但没事，还在一路开花结果。他的亲信李乔明现身人大，打脸外界出事了的传言。他的老部下傅文化也升任武警副司令，晋升中将，传闻还准备接任司令。这是什么节奏？这是武警这把刀，张也顺便握到自己手里了。更夸张的是，美国等国际友邦也很识货。去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问北京，点名要和张幼霞谈事儿。美方好像也知道中共军方那个值得谈心的已经姓张不姓习了，然后张幼霞又跑去越南续兄弟情，受到了越方罕见的高规格接待。张在外交场合寒暄自如，笑脸相迎，还大谈什么历史大事、政治交流、经济合作，讲得好像他才是国家主席一样。不过张幼霞这特殊的分量，难道友邦都收到什么情报了不成？实权人物4个字就差直接刻在张的脑门上了。反观习近平倒成了孤家寡人，习一尊、习核心现在似乎没人提了。他前不久去云南昆明驻军视察，中央军委居然没人奉陪。之前无论习走到哪里都有一大堆跟班的呀，但他怎么没去福建视察嫡系的31军呢？而且习近平去年还跑去安徽桐城6尺巷感叹人生，还说什么来这里看看很有感触。这种感触大家都懂，因为这巷子以让他3尺又何妨而闻名，原本就是古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象征。搞不好习也是跑去那里寻求心理疏导的。看来习也是要隐退，让他3尺了。这哪是6尺巷，根本就是退场门啊！现在看来，张幼霞才是那个稳坐钓鱼台的人。未来中共军方的风向标在哪里，还得看看军中真正的大导演在哪里站着呢。张把局势拨弄成有利于自己的最好剧本，一切才刚刚开场而已。话说千古奇书推背图到了第46项，忽然摇身一变，仿佛成了一部中南海特别篇。他的颂曰：有一军人申代公，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大家都在猜这白头翁是不是在说习近平，毕竟白头翁这3个字不就有点像习字吗？但更令人兴奋的是，谁才是那个从后门溜进地宫的勇士呢？这问题大概也是让习睡不好觉的原因之一。再看这位申代公的军人，别说还真有天选之人张幼霞。这老翁不仅姓张，直接代公，还幼霞，听起来就像挑战武林盟主的大侠。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呢，光是名字里有个东，也马上让大家脑补上东边门的画面了，感觉中共军委简直变成了群侠传。有些人还说东边门里伏金剑，那就是东宫嘛，也就是说习的接班人早就准备好了金剑，只等一声斩立决。可问题是，之前的储军们处来处去的都处成了报废品，军方的这2个副军头倒是更像天定的主演。一句话总结，别惹老张，这不是一般的军头，这是个会真上战场的狠角色，
而何卫东是否会被扫地出门，还是会反杀回来？这场大型武侠宫斗剧不会烂尾，剧本还在写，只是看谁是最后一个推背的人。这里是希望世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